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今天是我们实习期的最后一天，是你们这次实习的最后一站，但其实是你们追逐人生金牌梦想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每一位法学生，每一个法律人，心中可能都印着一句话，这句话会在你艰难的时候激励你，黑暗的时候照亮你。开始吧。我们的首期股权转让，收取你们支付的一个股权转让的对价，我们给了你们一些时间上的缓冲，没问题。合作愉快。欢迎大家来到由腾讯视频自制的国内首档律政职场观察类真人秀《令人心动的 offer》第5季，欢迎各位！第五季。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无糖口香糖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式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式派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陈明，我们这一季的节目也已经走到了最后即将收官的时刻。那还是一样，让我们欢迎我们身边的各位老朋友。上周实习生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最后一个课题，这是决定所有人命运的一次考核。因为能不能够突破100 KPI， 拿到最后迎娶 offer 的资格，甚至有没有人能够突破150的 KPI， 获得1.5年级律师的薪资，进入到红圈所的待遇，就看最后这一刻的表现了。那此时此刻呢，王毅言语、汪雨桐以及朱绰莹和张雅琪在上一周已经率先完成了股权交易案的最终谈判，我们也给出了我们最后的预测。我们认为这2队当中，王毅言语和汪雨桐应该会获得更高的 KPI， 而4人当中的 MVP， 我们也全票投给了王毅言语。那我们这个判断到底正不正确？这一盏的充能之路会不会被成功点亮？接下来这段 VCR 当中就即将揭晓。那不仅要揭晓这个结果，接下来的投资协议仲裁案也即将开庭。我们会看到胡明浩、黄凯、许文婷和肖阳4位实习生出庭，为各自的当事人展开辩驳。所以这里我们要先把目光聚焦到胡明浩和许文婷的身上，因为他们2个人是平举，都是115的 KPI。那如果谁在这一轮最后一战当中占得先机，获得 offer 的几率就大大增高。同时，我们也不要忘了，肖阳目前是95 KPI， 而黄凯是50 KPI。这一战也决定他们到底能不能够过100的线，进入到迎娶 offer 资格的阵营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看这场仲裁案。仲裁庭长这样，真第一次见。很多仲裁庭其实就像那个大的会议室一样啊，圆圆的。
吴明浩同学好帅啊！哎呀，帅是真的帅。哇，刘律，哇，好帅！让他拍了他一下，快起来！刘律的腿怎么看起来健步如飞的感觉了？强撑着罢了。哦，对。坐。今天他是首席仲裁员，首仲。哦，首仲就是坐在正中间，对的。然后边仲就是对的，一边一位。对，哦，是两边各自选择的。老师们好，这边是被申请人准备的补充证据是吗？充分的整个证据材料，里面包含了补充证据。对，想给各位老师过目，谢谢。替换原有的材料吗？替换，各位仲裁员，这是申请人补充的公开信息的证据材料，是在原有基础上补充，不替换。申请人准备好。被申请人准备好。好，大家下午好。S 公司和二基金投资协议纠纷案现在开庭，我们先核实双方出庭人员身份，申请人先自我介绍一下。仲裁员好，我们是代表 S 公司的代理人，工作单位北京市金田工程律师事务所，姓名胡明浩、黄凯，特别授权。工作单位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姓名许文婷、肖阳，特别授权。双方对对方出庭人员身份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无异议。本案根据仲裁规则普通程序进行审理。我是本案首仲刘思远律师。坐在我左手边的是申请人选定的秦子甲先生，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方叶律师。我们3组成仲裁庭。对仲裁庭的组成是否有异议？是否申请回避？无异议，不申请回避。对本案的管辖是否有异议？无异议。无异议。双方都是律师出庭，对程序中的权利义务是否知悉？知悉。知悉。好，进入实体审理阶段。本案有本请求、反请求，我们以本请求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称呼双方，反请求不再更改，双方清楚吗？清楚。好，申请人先说你的仲裁申请和事实与理由。事实与理由部分，请结合你们的证据，我们将不再另行安排举证环节。仪式感拉满。这么帅吗？就是这么帅，一点都不拖沓。尊敬的仲裁庭，我们的仲裁请求主要包括2项。第一，请求裁决二基金支付其未支付的人民币4800万元借款。第二，请求裁决二基金赔偿损失人民币1417159.1383元人民币。下面由我的同事来给介绍一下事实与理由。好，开始。第一部分，被申请人违反协议。2018年9月，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二基金签署了关于 S 公司之投资协议，其中1.1.1条约定，投资人向公司提供本金为5000万元的借款。1.2.2条约定，借款将本协议签署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拨付。合同签订后，申请人未违反投资协议第1.5条中规定的先决条件或其他条款中规定的义务。然而，被申请人未按照约定在协议签署完成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拨付5000万元借款。被申请人在当时已经违反协议，截止到2019年4月3日，被申请人仅支付人民币200万元借款，且被申请人拒绝继续履行。第二部分，被申请人应当继续履行合同。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申请人之所以在其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同意具公司以注册资本为估值标准进行增资，而不考虑市盈率倍数，是基于能获得后续5000万元借款的预期。现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合同义务，属于违约行为，故请求仲裁庭裁决二基金继续履行投资协议，支付剩余4800万元借款。
第3部分，贷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造成借款人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现被申请人拒不履行合同，因此造成申请人损失，故被申请人应当赔偿申请人的损失。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应当赔偿申请人损失1417159.1383元，请仲裁庭按照仲裁申请计算损失，按此裁决。就是你这里要求的币种啊是人民币，但是后面小数点保留了4位，这个你们是怎么考虑的？这个是基于当时的计算考虑，如果是基于人民币的话，可以只保留2位。好，被申请人答辩。好的，尊敬的仲裁员您好，接下来被申请人将陈述答辩意见。首先，第一，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人违约的行为，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没有违反关于 S 公司之投资协议。首先，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于2019年4月3日达成合意，对原投资协议进行了变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民法典第140条规定，意思表示可以明示或默示作出。在 S 公司关于借款催付的相关微信聊天记录，申请人的实际控制人在2019年4月3日收到了被申请人打来的200万，当中说道：“孙总，真心感谢您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依然给予了申请人支持，也期盼您后期支持。”及申请人同意，剩余款项于后期给付。申请人对于给付价款的时间进行了变动，并且同意分批给付价款。而被申请人于2019年4月3日首次付款200万的行为符合变更后的投资协议的约定，因此不构成对于投资协议的违反。好，接下来被申请人将论证被申请人没有继续履行的义务，这一点将由我的同事肖阳为各位仲裁员解释。好，第一点，我们认为申请人经营状况严重恶化，具有可能影响其履行交易协议下义务的能力。其一，申请人分别于2021年10月15日、11月4日被最高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第二，自2021年8月开始，存在多份执行文书载明申请人不具有任何可供执行财产。第三份证据材料是，申请人从2019年便开始连年严重亏损，负债金额均远高于资产，利润总额为负，其生产经营状况严重恶化。这个案件我当时做的是被申请人，事实挖得也比较深，所以在先天证据上，被申请人是占据优势的。肖阳和许文婷对此进行了充分挖掘，并且很好的用在了答辩上。哇，他们这个证据链一环扣一环，给胡明浩这边带来了巨大压力啊。第二，我们认为申请人财务数据造假构成违约。我知道什么意思了。他财务报表造假。来，咱们对一下啊。这一份是他这里看一下，他最后总资产这部分是4万多，但是今晚审计之后，其实只有100多万。这个是我们 S 公司的合同是2018年9月签的。后续的你也不能造假，后续的你也不能造假，你也不能，对，它有这个规定啊。有这个就是你方还要在我在投资期间当中，你都得给我这些，你还得在我方安插一个人，然后来监督我方的这样的进行的，对。在这投资期间，你都得给我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对。他财务报表造假。如果说他能够最后认定成对方财务报表造假的话，相当于他们可以有一个不安履行抗辩权，就是我觉得你可能以后还不起这个钱，那我就拒绝履行我要借给你钱的这个义务。投资协议第3.2条约定，在投资期间，申请人应当按照特定时间向投资人提交公司的财务资料。根据诚信原则，应该提供真实的财务报表。而后在 Z 会计事务所所注出的专项审计报告中，2019年12月的财务报表数据与申请人提供的报表有很大出入，因此申请人构成违约，违反第1.5.1条第6款规定的先决条件。因此，综上，我们认为投资协议先决条件均不满足，而被申请人不负有向申请人履行支付投资款的义务。被申请人也注意到，财务造假与会计差错是有区别的。财务造假是指有目的性的操纵财务报表，会有大量的
不一致的情况下产生，而会计差错是由于会计师的疏忽大意造成技术层面的失误，而不会产生现在申请人方提供的这个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如此大致差异。哇哦，每一步难题都压在刚刚发完烧的胡明浩身上。申请人方对于数据的差异有没有解释？应该是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吧，毕竟他们证据不是已经挖掘充分了，全部对。首先，我们认为我们并不构成财务造假，是不是什么时候先要说我没干？因为被申请人所对比的2份，一份是在微信聊天记录中的一个截图，另一份是这个 Z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报告。首先，针对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截图，我们知道这个邓先生属于监事，他并没有证据表明他可以代表 S 公司对外做出表达。此外，这个对于 Excel 的截图上面既没有签字，也没有公章，谁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点开了以后把数改了又截了图。此外 ，Z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这份审计报告也没有 Z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章，也就是说 Z 会计事务所不对这份报告的准确性和合法性负责。所以我认为，被申请人用来作为对比的2份文件都没有可信度。这反驳还是挺有力的，陈小良，这应该在准备之中吧？对的。这个是那个仲裁庭审当中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就是举证和质证啊。就我说我的这个事实是有证据1、2、3证明的，那我觉得你的这个证据1是有问题的，那你这个证实就不成立。啊，明白。好，这个问题我们到辩论的时候再说啊。不按抗辩权。我说完了。不按抗辩权。不按抗辩权吗？我们第2点的理由是认为被申请人享有不安抗辩权，因此不应履行剩余4800万投资款的义务。根据民法典第527条的规定，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终止履行：1、经营状况严重恶化；2、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3、丧失商业信誉；4、有丧失或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因此，被申请人主张援引不安抗辩权，拒绝履行剩余的4800万投资款义务。因为肖阳他们组如果不找到一个法定的这么一个抗辩的理由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对抗对方，就可能必须要去把这个4800万给付了，就会很劣势。被申请人方使用不安抗辩权，申请人方有什么补充的吗？在准备好了，报。就是刚刚在庭前提交给仲裁庭的公开信息，补充了一部分。我们用2个审计报告可以看出 S 公司的经营状况其实是有所好转。这里有 S 公司的累计的损失份额，可以看出本期未确认的损失份额是多于153万。这个是在2020年的一个情况，因为到了2021年的时候，它的半年的损失数额是40万，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说明 S 公司其实是有一个扭亏为盈的趋势在的。哦，他们好像没有看到这一份材料。S 公司有一个信息，你觉得还有什么用吗？这不是公开信息吗？我得看一下。半年报，暂时看不出什么关联来。你这个是把网址发给我一下。又被黄凯给找到了，找到了一个入口。哎呀，这气，这哪儿都好了呀。我觉得你要休息一下，你先休息一下。稍微调整。黄凯还在这儿。
我只希望自己在这每一个课题下来，哪怕有一个课题我自己做完之后，我觉得我没有遗憾，我自己都会很满意。之后在证据9我们举出，可以看出在2018年，其实智能遥控器产业是处于一个急剧上升的状态，所以在当时，S 公司掌握核心专利的情况下，允许 G 公司以注册资本为估值标准。根据商业逻辑来看，其实是基于对它后续进行更多投资的信赖。最后，在我们提到的公开信息的第82到83页是 S 公司享有的知识产权清单，也是用来反驳被申请人针对不安抗辩的论点。在事实挖掘上，这边是拿分的，因为事实挖掘上他们挖掘了更多的公开信息，这是他们挖到的。他能够在证据本身先天事实对他比较不利的情况下，能够挖掘到一些对他们自己比较有利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公开信息作为证据提交吗？我们将它作为证据提交。对于申请人的补充证据，被申请人方有需要质证的吗？肯定要质证啊！现场抓，质一轮，强杀。对啊，强拆啊。对啊，你说公开信息找到的那是哪个网站或怎么样？至少要问一嘴。证据没有，先对对方的证据，刚刚你说的3性，对不对？对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先对真实性提出一些异议嘛。这样吧，那个守财啊，因为这个是庭上当庭提交的，你们现在就是说就这10项啊，你们能够发表意见的发表一下意见，好吧？其他的就允许你们考虑一下，庭后发表书面的质证意见，好吧？那我们会主要针对刚刚在庭上进行过解释的。好，门庭出手了。首先是证明 S 公司经营状况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和2021半年度财务报告，被申请人提出异议。在这2份审计报告当中，所有的利润额虽然是有上涨趋势，但都为负。它并没有一个正向的趋势。在此情况之下，被申请人仍然有理由相信申请人没有履行能力。有道理。亏得更少，不是扭亏为盈。对于证据实质产权清单，也仅只表明了其申请的知识产权的情况与经营情况无相关的关联性。文婷真不错，稳住了。文婷越来越优秀了，也是。许文婷在整个仲裁过程当中，他也没有怯场，整个应答也都是比较在线，比较从容。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让人惊喜的地方，反应也比较快。直接说一下反请求吧。反请求的申请和反请求的具体的事实与理由。好的，在事实与理由上面，首先被申请人认为投资协议先决条件不满足，被申请人不负有支付5000万元投资款的义务。申请人于2019年4月3日收到的200万元投资款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不当得利，应当返还。投资协议第1.5条规定，只有先决条件全部满足时，被申请人才有义务按照约定向申请人提供借款。首先，被申请人在第1点当中论证了申请人违反投资协议的先决条件。除此之外，由于被申请人对于财务报告的虚构并不明晰，产生了错误认识，因此被申请人放款200万元的行为属于没有履行义务，误以为有履行义务的给付。申请人因此获得了利益，被申请人因此遭受了损失，所以200万元属于不当得利。第2点将由我的同事肖阳为仲裁员。我们认为 S 公司需要承担清偿利息的责任。首先，根据民法典第985条以及民法典第987条的规定，由于 S 公司没有事先向2基金取得关联交易的书面同意以及提供真实的财务数据，因此2基金不仅应当返还200万投资款，还需要承担赔偿损失责任。因此 ，S 公司需要赔偿共计40万元的利息损失。综上 ，S 公司违反投资协议约定，拒绝支付本息与利息，因此请求仲裁庭裁决 S 公司履行协议支付价款252万元。
好，你们反请求说完了是吧？是的。你们答辩一下。尊敬的仲裁庭，针对被申请人的反请求，我们提出以下答辩意见。首先，被申请人的所有反请求都是基于 S 公司和2基金基于微信聊天的形式变更了投资协议，但是我方主张 S 公司和2基金，尤其是 S 公司要求2基金依约付款的行为，并不构成对于合同的变更。首先 ，S 公司的要求属于催告行为，而且在催付时 ，S 公司的董事长已经将他的房产抵押，而且2基金也没有在该微信聊天记录中对于新的付款方式或者是对于变更借款的支付方式做出任何的承诺。在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第16页中的微信聊天记录倒数第2页的语音转文字部分可以看出，可见2基金并没有变更协议的意图，而是承认了其内部管理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认为 S 公司的催告行为构成对于协议的变更，不仅与证据证明的事实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通常的逻辑。因此，我们主张 S 公司和2基金并没有以任何形式变更投资协议，2基金仍然有义务在2018年9月份协议签订的10日内一次性拨付5000万元。因此，被申请人提出的所有不满足先决条件，由于都是发生在这10日之后，并不能作为其违反合同的抗辩。第2点，针对涉案的200万元借款 ，S 公司不构成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本案中 ，S 公司取得200万元借款有合法根据，它的根据就是2基金对于投资合同的履行，虽然是一个延迟的履行，但是仍然是有根据的履行。第3点，我们认为 S 公司无需就200万元承担还款付息责任，因为投资协议系双务合同，在2基金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违约情形下 ，S 公司有权利按照规定先履行抗辩权。而在本案中，投资协议明确规定，应当先由2基金在签订合同10日内打款5000万元，而后 S 公司才有其他的义务。所以在2基金按照合同完全履行其5000万元借款的义务之前，那 S 公司无需就200万元承担还款付息责任。哇，每边一说话就觉得说的很有道理。那以上就是申请人针对反请求答辩意见。双方整体表现上面都是旗鼓相当，整体的观感还是比较接近的。哇！小何同学，待会儿给我们好好解释一下双方刚才这一波，因为我们看起来好像，首先观感上觉得比较平，就是每一方的那个点都有找到，然后也都有个很有力的反驳，对，而且是逐层递进，对吧？是的，就是每个点都有清晰明确的回应，在你看来有没有一个倾向性？我个人的倾向性呢，因为目前我们看到的环节其实是一个事实陈述以及举证和质证的环节。那么在这个环节里面，其实本案中最关键的是，他们这个借款合同有没有成立，然后成立了之后呢，双方有没有给付这个借款的这么一个义务。那在我的角度，其实我会觉得，明浩还是把对方的这些质疑是一定程度上是打掉了的。因为比如说那个不安抗辩权的那个理由，那对方质疑他这个财务造假，以及他可能盈利能力是负的，那你还不起我的钱。但是明浩都可以从比如说他有知识产权，这个行业的发展不错等角度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回应。但真实的判例我不敢猜啊，但是从庭审的表现上，那我觉得这边明浩的这个反应是他们组是加分的。对。我怎么觉得许文婷那个还挺棒的，能说服我的。因为首先胡明浩的那个点是他额外相当于现场找的一个杀手锏的一个东西，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能够就是自负盈亏有这个能力啊，转正，对。但我觉得许文婷的回击很好啊，针对知识产权，他的回应是说你的知识产权多跟你的盈利并不直接挂钩，就没有人说你知识产权多你就公司就一定盈利。对。其次是第2点，针对他说的那个有负盈亏，他的意思是说你只是亏损少了，但并不代表你，而且账面显示你的财务报表没有显示你公司盈利。是的。就在我看来，我觉得这2点他是临时的给予了非常好的回击。对的，文婷的表现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在于，我觉得
胡明昊质疑他证据的真实性没有盖章这个点，我觉得是打得到位的，因为是比较痛的一个点。如果说你这个证据都不是真的，那其实文婷很多的主张都是基于这个证据展开的，就不成立了。哦，这也是。我是支持明昊这边的。首先刘律说，这个被申请人这方本身就是占优的啊，所以在一方占优的情况下，现在打成这个双方势均力敌，我觉得还是明昊的功劳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来相比的话，明昊这方，不管是做的功课也好，还有现场的应对也好，本来从被动一方转成了这个势均力敌，那我觉得还是能力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我个人会比较支持他们这边。甜甜，我的结论出来了。哦，我们一论他结论就出来了。姐，你选，你为谁撑伞？我这次我选那个肖阳跟文婷。你选他们组赢是吗？对。哎呀妈呀，为啥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们就可以选明昊了呀。哦，嗨，你是因为这个？哎呦，你别这样。可是我内心是跟你站在一起的，现在怎么办？我们网友多了一个撑伞的人吧？撑伞加1。这个信息很重要啊，这是最重要的信息了。OK， 我选明昊。天哪 ，MVP 呢？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那我觉得是文婷。临场被丢出来一个这种大炸弹，但他的回应还是非常冷静且到位的。MVP 我觉得也是文婷哎，对，他今天表现很亮眼。我选文婷。你选文婷，那我再考虑一下。我坚定的选择明昊了。我选了文婷，现在我要再考虑一下。对不起，我还是会坚定的选择明昊。因为明昊在带病的情况下还能做到这些而且在反败至少照持平的情况下，不能说是为赢吧，的情况下，我觉得他很厉害了，已经非常不错了，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找到很多的证据，就很棒了。那我们就先投个票。好 ，OK， 来吧。我们觉得在这一轮 PK 当中，稍一丢领先的那一队是胡明昊。胡明昊队的3、2、1，请举手。哦，你这把大伞啊，甜甜撑伞人撑一整季，也可能最后大翻转在他这儿，也有可能最后一期大翻转也行。对，但是我觉得 MVP 还有待商榷。对，现在最难的在这里了 ，MVP 要猜准。就光从庭上的表现，应该就是从明昊跟文婷里面选了，对吧？对。明昊，虽然我也很支持你，但是你这次生病了，你就先好好休息一下，好好养病嘛。这个逻辑是这个逻辑吗？我选文婷。甜甜这么一说，我更加坚定的要选明昊了。我觉得他们俩非常接近，但刚才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迅速让我确定了是什么？因为他非常坚持许文婷，这一点我觉得，我就坚定的站在胡明昊这一边了。我觉得作为撑伞人的角度来讲，你们现在都是逆向思维，不用逆向，相信自己。好，觉得在这一轮4人的表现当中 ，MVP 是许文婷的，请举手。请你们记住这几个举手的人，4位。哎呀，我们4比3了，很少4比3。好了，文婷的伞我撑定了。相信大多数的力量，4比3的话，我们就把这一票投给许文婷。OK， 那么我来盖章好了。这说明真的很接近，大家也不好判断。确实，我也很纠结，我现在在这一轮的 PK 当中，我们认为获胜的队伍呢是胡明昊和黄凯，那么获得 MVP 的实习生是许文婷。那2组至少能对1组吧？我觉得。对，我们只要能对1组，对啊，积攒能量，一组应该是能对的吧？尘埃落定了。好，一起来看下段 VCR， 揭晓结果。哎呀，好期待啊！哇，激动人心的时候啊！
那我们进入辩论阶段。辩论阶段我们理论上就一轮，所以双方需要将自己的观点在这一轮当中充分阐释。现在仲裁庭去总结本案争议焦点：第一，案涉以投资协议为主的相关协议是否有效，是否存在变更，相关当事方是否存在违约行为，以及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一般辩论之前的话，仲裁庭他都会给出说你们接下来围绕哪些争议要点进行一个陈述，他们会给出一个方向，然后你必须要围绕他们给出的这个方向去解答。好，申请人方先开始。针对第一个争议焦点，我们认为投资协议目前有效，并没有进行变更。如果要依据协议进行变更，应当存在一个与合同订立时相似的邀约与承诺的过程。根据双方的聊天记录，仅存在 S 公司单向向2基金催付5000万元借款的内容，并不存在2基金在任何意义上同意变更付款的方式或者是付款的期限，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的证据以及商业的逻辑不足以支撑被申请人所提出的该投资协议被双方基于合意进行变更。因为协议没有被变更，所以2基金仍然有义务在合同签订后10日内一次性全额拨付5000万元借款。但是因为在本案中2基金没有全额拨付5000万元借款，所以2基金存在违约。很清楚。好，贝申。被申请人认为，投资协议是有效的，但是存在变更。所依据的证据是微信聊天记录当中马某于2019年4月3日所做出的陈述，以及被申请人去打款的事实，以及做出相应的回复，而这部分都在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有明确的表示。被申请人方认为，被申请人不存在违约行为，主要是依据其履行期限还未届至，因此不构成违约。根据这个民事诉讼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果被申请人主张这份协议经过合议得到了变更，举证责任在被申请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我说这个东西是苹果，那你就要给出这个证据，说这个东西就是苹果。谁说的，谁去证明它。因此，应当由被申请人举出切实的证据来证明双方确实通过合议变更了这一协议。被申请人所依据的证据是微信聊天记录当中马某于2019年4月3日所做出的陈述，以及被申请人去打款的事实，以及做出相应的回复，而这部分都在微信聊天记录当中有明确的表示。这一点在微信聊天记录里面都可以看到。一直在说钱的事儿，后天能碰碰吗？咱们办公室聊聊得了。虽然双方没有对履行期限达成合议，但是被申请人方并没有拒绝履行，而是双方的正常谈判。然后后续因为被申请人方得到了相应的财务数据，所以说产生了不安，所以说才拒绝付款。你们认为你们的这个沟通是对于已经违约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协商，还是对于合同变更的协商？漂亮。大前提。我们认为是对合同变更的协商。根据 S 公司关于借款催付相关微信聊天记录 ，S 公司实际控制人马某说道：“咋办？10日前能否凑个几百万？”可见马某对2基金并不是进行催告，而是主张协议的付款条件进行变更，由一次付款变更到多次付款。然后随后2基金在2019年4月3号向 S 公司打款200万。马某对此表示认可，说道：“孙总，真心感谢您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依然给 S 公司支持。节后跟您见面感谢吧。”可以证明 S 公司考虑到 G 公司或2基金的实际情况，同意变更付款时间和方式。对于剩余借款的付款时间，双方仍然处于一个不确定、需要进一步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申请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复，我想听一下。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违约后的催付行为，并不是合同的变更。此外，我认为被申请人不能因为申请人的董事长说话有礼貌，就认为他不是在催付合同。在本案中，虽然被申请人欠申请人5000万，但是在被申请人自己的房产都已经被抵押，而且公司的生产经营遭受严重不利的情况下，那他当然是想我能要到几百万，缓解我的燃眉之急，那就要了呀。他并没有说其他的不要了，或者说我们协商一个其他的支付的方式。此外，他说
真心感谢您在如此困难的形势下仍然给了 S 公司支持。这笔钱在当时确实是缓解了 S 公司的燃眉之急，而不是变更协议的意思表示。我觉得胡明昊他们那边能够把这个事情打到现在这个程度，可能从不容易，更不容易一些。沉稳性和应答，我觉得也相对更从容一些。然后商业性考虑的更多一点。对。好的。争议焦点2：申请人方是否存在损失？被申请人是否应当赔偿损失？申请人方。针对第2点，申请人存在损失，而且这个损失是由二基金造成的，所以应当由二基金来赔偿损失。依据刚刚举证过程中提出的2019年的珠江遥控器合作协议，以及2017年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和2018年的投资协议，足以说明 S 公司对于二基金向他提供5000万元的借款是有充足的信心的，而且他也会基于这种信心来安排他在下一年里生产经营的规划。被申请人刚刚提到说，被申请人提供了200万元借款，足以弥补一个锂电池合同所带来的损失。但是 S 公司基于对 G 公司和二基金的信任所签订的合同远远不止这一个，还有很多其他数额更大的合同。因此，我方主张，申请人的损失是由被申请人导致，所以被申请人应当赔偿申请人的损失。好的，针对第2个争议焦点，申请人虽然主张其在智能遥控器相关经营业务当中可能会有其他的价款支出，但是这一点像申请人刚刚说的，谁主张谁举证。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申请人方应当提供证据证明此笔支出是大于200万元的，因为现在申请人方提供的证据仅证明其在锂电池买卖合同当中仅需要支付价款49万元。这举证责任在他们那儿吗？对，他们要求损失，他们要举证这个损失跟他们有关。他们只提供了这个借款合同。他有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漂亮。申请人有补充，又有东西。首先，根据公开信息证据中，2019年6月G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里面有记载，G 公司股东会通过关于公司向 S 公司提供市场推广服务、广告业务服务的议案，还有关于 G 公司接受北京 S 公司提供研发服务的议案，以及 G 公司向 S 公司销售电商业务的议案。这就意味着，为了进行上述所有的服务，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二基金仍然没有把5000万打给 S 公司，由此造成了 S 公司的损失，所以二基金应当进行赔偿。首先是根据投资协议1.1.2条的规定，这5000万元的投资款只能专款专用。申请人刚才提到的 G 公司与 S 公司关于广告业以及其他行业之间的合作，不属于这5000万投资款所能覆盖的范围，所以我们也不对这方面签署的合同进行负责。对。行，仲裁庭有一个问题，希望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双方都来说一下你们的意见和观点。就是你们认为投资协议的合同目的是什么？申请人先来吧。我们认为这个投资合同的合同目的其实可以从 S 公司和 G 公司两方面来看。根据 G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来看，它其实是本来从事传统的电视行业，但是受到新兴互联网行业的发展，所以想要寻找一个新兴的科技公司来拓宽他们的业务领域，而 S 公司就是他们所寻找的这一个新兴的业务领域的公司。那 S 公司想要获得更好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投资协议可以使得 S 公司和 G 公司在新兴电视领域，尤其是智屏遥控器的领域进行长期合作、长期发展，来开拓一个新的市场。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在 S 公司掌握相关领域核心
知识产权专利的情况下，如果二基金的剩余4800万元借款到位，那么这个合同的目的还是可以实现。被申请人方也认为，此投资协议的目的是为了申请人方和被申请人方能就智能遥控合作相关的经营达成一个战略合作。但是被申请人方认为，现在申请人方的经营状况已经无法去被申请人方达成任何的战略合作，所以说是被申请人方才好的，双方有和解调解意愿吗？申请人有，被申请人有。好好笑哦！申请人方说一下你们的调解意向。我们的和解方案主要有2条，第一是我们希望首先被申请人撤回仲裁反请求。第二，就是因为申请人目前也了解被申请人和G公司的现状，所以我们不再强求一次性拨付剩余4800万元借款，我们可以接受将一次性全额拨付改为分期付款。但是毕竟这笔钱二基金已经是相当于拖了5年，所以我们认为这笔借款的利率要降低，或者债转股的条件向着有利于申请人的方向倾斜。具体的数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协商。基于对整个智能遥控器行业发展来看的话，那它现在行业的几家龙头都是在获得了一些融资之后，取得了一些技术上的突破。那我们现在 S 公司其实缺的就是这一笔融资来支撑我们这个核心技术的研发，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G公司保持一个长期的合作，尤其是希望G公司不要完全放弃这个债转股的意图，因为传统的电视行业确实在衰落。我们认为 S 公司和G公司是有可以在对方身上找到自己需要的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二基金达成一个进一步的协商和合作，而不要非要撕破脸。来，被申你们的方案有吗？总结来说2点，第一点就是首先我们希望申请人方可以提供相应的担保，因为我们被申请人主张了不安抗辩权。第二点就是希望申请人方可以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其申请人的经营状况良好及利润达到负数以上。好的呀，那我们觉得双方都有和解意向是挺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也是希望看到双方在此前的长期合作的情况下，可能基于一个短时的经济下行带来的一个资金链的断裂，如果能够恢复继续合作下去的话，这是我们最期待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次休庭之后，仲裁庭也会继续组织双方进行相关的和解调解，双方再继续回去明确你们的和解调解方案，好吗？好。好，现在休庭。回家了，最后一天了。哇，我走进这里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才几天前我们还在这儿搞 IPO， 哇，突然感觉好不一样啊。要揭晓了，要揭晓了。该干的都干了，就等待一个结果了。你们今天怎么样呀？还行吧，可能有一点混乱，有点混乱。我觉得还可以。你的回答有一点混乱，朋友。真的。哇哦，大佬啊！我们同学们这个都去2号会议室集合吧。好。然后不用带电脑。好的。
要公布了。好慌张。最后一个课题的考核结果已经出来了，也就意味着你们在今天工程的所有实习课题考核全部结束。同时，大家的 KPI 结果也已经锁定。按照规则，只有 KPI 达到100分以上的同学，才能进入终极面试。哦，还有一个终极面试。终极面试。接下来，我公布达到100分的 KPI 的实习生。张雅琪，你觉得这个项目最终的结果，你会不会很在意？我在意，我在意，因为这会决定我能不能到100。你在最后一个课题中拿到的分值是20分，所以你的总 KPI 值是115。对哦，漂亮，开心。说明咱们第一轮猜对了。对，谢谢。雅琪第一次谈判的时候，有的地方有些放飞，然后有的地方呢，相对而言又有一些怯场。对，只是今天是更加沉稳的。对，有进步。今天你看他基本上就是弹不虚发，有把握的我才讲，没把握的我也不敢讲，不随便讲。我觉得这也是成熟的表现。整个谈判过程当中呢，张雅琪上来就来主导这个谈判，但是呢，我觉得 Kimberly 呢在这个上面也能始终把你拉回来。你反正谈到哪，我们还是回过来谈我们刚才那一条怎么样。然后呢，也有一定的变通性，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呢是体现出多多少少有一点商务谈判的能力了。是的。朱绰莹，你在最后一个课题中拿到的分值是20分，总 KPI 值是120分，过线，很好。肖阳、许文婷，这关系到我们刚刚有没有猜对了。Yes。肖阳，你在最后一个课题中拿到的分值是20分。Yes。我们的2个获胜队都猜对了。你的总 KPI 是115。许文婷，看看他会不会是 MVP 啊？你在最后一场拿到的分值是哦，拜托给他一次吧。20+5。厉害厉害厉害！恭喜你 MVP。所以你总分值是140分。其实今天是3个男生1个女生，但是我从现场的听感来看，女生的表达方式是我最容易接受的。她在总体的策略上，哪怕会有一些问题，但我觉得作为中低年级律师，你能够很好的执行就不错了。在这方面，文婷会让我觉得很放心。在整个这个仲裁过程当中，他也没有怯场，对吧？整个应答也都是比较在线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让人惊喜的地方。但是他们打了一个变更，当然变更实在是站不住。而且被申请人把它放在了策略的第一点，这一点风险非常大。对，我觉得呢，为什么看他们险胜呢？就是在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下面，申请人这边犯的错误会更少一点。申请人这方呢，他们对不安抗辩其实有一个挺好的商业上的反驳。他们就说，为什么我能够扭亏为盈？为什么我还是有知识产权能够继续经营的？而且在这块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仅通过公开信息往下挖，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块我觉得是一个亮点。
而且他在那边的整体表现的时候，沉稳性和应答，我觉得也相对更从容一些。那我们就这么决定啊，基于团队合作、现场表现、此前的事实挖掘以及文书写作，全场的 MVP 给到许文婷。胡明昊他们那边胜出。胡明昊最后一场25分，总分值140分。王怡言语能达到吗？最后一场25+5， yes， 恭喜 MVP。Yes, yes, yes. 耶！总分值160分。160。耶耶耶！这个表现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可能王毅还是这几个人里是比较强的。就这个优势太明显了。觉得他的整个的这个现场的这种状态，很放松，然后节奏把控的也比较好，是，然后反正该坚持的地方坚持，该放的地方放，对吧？也没有说特别显得强势或者是怎么样。以上是所有达到100分的 KPI 的实习生，你们明天将会进行终极面试。面试你们的除了我们4位带教律师之外，还会有敬天工程的创始合伙人之一彭学军律师加入到我们的面试，期待你们的表现。汪雨桐、黄凯、小汪、小黄，虽然你们没有拿到100分，但是在这1个月的实习期间里，也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成长，你们是自己的赢家。但是他们俩已经比刚进来的时候进步很多了。对，我觉得人要跟自己比。涅槃重生，你看汪雨桐变化太大了。对这个，没有，我可能就对雨桐然后送几句话啊。对，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在踢馆的环节的时候，我告诉你要看到自己的进步，但其实今天我想跟你们说。也不要忘记看这一路的风景，不要为别人的评论而活，享受你自己的人生。也许你错过了今天晚上的月亮，但也许你会遇到明天的朝阳。相信还有未来很多的精彩在等你。希望你好好享受在港大的时光。谢谢光宇。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给黄凯一个拥抱吧。小伙子太棒了，不容易说。大大的拥抱。谢谢。精彩人生才刚刚开始啊！谢谢，不要灰心，加油。1个多月，我们相处在一起。我觉得我看到大家的成长啊，真的，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每一个案例大家都做得非常的用心。这不是终点，这还是起点。大家好好享受在这里实习的每一天，这只是一段经历，大家会有更美好的未来。那我们先去吃饭。是个夜宵了，这个店。我为你们每一个人鼓个掌。吃饭。不要难过。我没有难过，我只是很感动。是。就是很感动，没有很难过，真的。帮我去拿东西。啊，走吧。完了，我受不了洛绿的眼神。你别不会。他的眼神实在是太那个。眼神杀。哦，有没有纸？其实我没有准备
很难过，但是我看若律就一直看着我，然后我就绷不住了。也不是今天做告别吧，明天不还有一天时间？你要哪一个？我可以挑一个给你。让我来挑一个。你是挑这边的？我喜欢这个吧。哪个？长歌有河，独行有灯。看看你们两个在干什么？我们俩在写东西。哎呀，刘律。对，大家都会觉得说，你身上有很多闪光点，是你自己都没有看到，而我们看到的。啊，刘律别说了，你说我又想哭。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说了，抱抱。谢谢刘律。走吧，一起去吃饭吧。哎，其实我不想搞得这么惨兮兮的，其实挺好的了。其实对，其实我什么都得到了，什么都感受了。哇，刘律你看还拖着就是拖着我的残腿，你可不会说话呢。张总怎么样？扶一下，又好哭又好笑。到时候我去香港看你啊。你先熟悉港大。好的。然后到香港去的时候，你就陪我逛。好，还没去过呢。好的。好棒！我们先要恭喜王艺言语获得了160 KPI 值。如果他最终获得了 offer， 那么他将直接拿到1.5年级律师的薪资标准。然后要恭喜的是胡明昊、许文婷、朱绰莹、肖阳以及张雅琪这几位是成功的突破了100 KPI， 顺利的获得了能够迎娶 offer 的资格。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恭喜黄凯和汪雨桐，恭喜两位完成了全部9个课题的考核。虽然最后没有获得最终面试的资格，但是我相信所有人都非常期待在接下来漫长的人生当中，你们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惊喜。是。我之前也录了1个月，其实我觉得真正宝贵的这1个月的经历，是你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了靠谱的伙伴，你认识了会对你悉心教导的这些导师，是平常你去参与实习不可能收获的。虽然说他目前没有达到这个100分的 KPI， 获得终极面试的资格，但是我觉得光是这份回忆就已经是很宝贵的财富了。而且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真的都还没有正式工作呢。是在这一段经历里面，我觉得他们肯定收获的东西远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得多。所以我也衷心的祝福他们未来的路越走越好。感谢。你觉得他们两位4年级律师的时候跟你的现在谁会更优秀一点？那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矜持的话，我觉得你们加油。他是毫不谦虚呢，很棒。也想问问各位，在自己的职场历程当中，有没有那种结果并不尽如人意，但收获却非常多的旅程？其实我不是说结果不尽人意，我希望的是人生的结果不要那么早的到来。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结果对他们2个人是非常好的。然后人生就是要留一点点期待，留一点点遗憾，甚至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到达，然后这一路你走完了之后，你才不会觉得那么无趣。留白是的。我总觉得就是，比如说上台你各种各样的演出嘛，大家肯定是想各个方面都做到完美嘛。但是其实，肯定每一次的演出，你可能大体看起来没有什么失误，但是你自己知道你可能有些地方还做的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目标。我以前可能会去追求完美，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要允许遗憾的发生。因为那一点点遗憾，可能就是我下一次再去努力的那一个方向、动力。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之前可能也想跟黄凯说很多话，但是我现在也想和任律一样，如果能见到他，我就只想抱抱他。任律那句话就是把我的话也想说了，就是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且对于汪雨桐也是，我觉得他刚刚本科毕业的。他马上要去港大读研究生，我觉得他已经比别人优秀很多了。是啊，这一次的实习可能他们没有能够拿到 offer， 但是他们的人生我觉得注定不平凡。我很喜欢你刚才那个描述，就遗憾它是生命呼吸的空间，就一起一落，一涨一缩之间，就它有律动了，它就有活力了，全部填满了，就意味着停了。
对，说实话，说不定最后这律所会特别后悔当时没选人家这俩呢。也对呀，结果未来2大律师。那我们最后的掌声送给我们3个 offer， 7站成功之路被成功的点亮。刚才毫厘之间呢，4比3，任何一个人的手稍微起起又落落，灯情况就完全不一样。那要感谢在最后刚才举手的4位，我们4位观察员真的优秀。接下来要一起进入的是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点亮本季的第7站和第8站充能之路。我们就请雨琦，雨琦。点亮本季的第7站和第8站充能之路，3、2、1。哇！1、2、3、4、5、6、7、8。哇，好开心呐！我现在都记得从第1期开始，就给到我的口播是这么说的：如果点亮了第7盏灯的话，我们就可以争取到第3个额外的 offer。可我们点亮了第8盏，那么陈烨，规则上来讲，如果7盏是3个 offer 的话，那么8盏那就是8个，这几个。数学学得非常好。OK 了，所以还有一轮最后的终极面试在等待着各位。但是在我们最后的终极面试之前，还有一顿温馨的、浪漫的、充满了依依不舍和别离的一顿晚餐还在等待各位。我们先来走进他们这一顿最后的晚餐。要终极面试了，我好紧张。别紧张，一起再看看兰蔻谱写你未来小程序上怎么做一份120分的工作汇报。首先要知道汇报的重点，其次要阐述自己的核心观点，最后呢就是要谈机会点，明确我们的目标和未来努力的方向。好清晰啊！我一会儿再准备准备。最后一次了，一起加油吧！好呀。同志们，我们准备去吃饭了。好的。哇，在天台上哎。哇哦，这景真是不错嘞。风景倒是不错。哇，还是挺浪漫的。哇塞，好漂亮！哇，整个夜景。哇，火锅。我的天啊，好香啊！哇，还有丸子。哇，好丰盛。你觉得肉这够吃吗？好问题啊。1天没吃了，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又很疲惫，又很兴奋。是很兴奋。Kimberly， 你需要盖腿吗？如果要盖，可以用这个，你盖一下吧。谢谢。哇，你好贴心哦。开动。大家都开始涮了。卷下去吗？好吧。好。把你老公看上去直接吃了。天哪，我饿死了。女生在饿死了的情况之下也咬那么一小口嚼吗？来，我觉得这个肉也行，也行。吃吧。我在等锅开啊。可以吃了，我都吃了半锅了。你再等，真的就没了。你们有谁喝酸梅汤吗？哎，我想喝，狂喝。哇，雅琪，不理人，完全。雅琪，对不起，他说了对不起，还是走了。道歉归道歉哈。来，我分你点，没事，我都雅琪过了，我分你点。没事。啊，我没有看到，对不起。没事，我原谅你。那个向阳特别无辜。哎，我很好奇，你们在这30天的时间里有哭过吗？那可太多了。天哪，这不是10几秒前的事情。方宇的太可爱了，这10几秒前的事，家常便饭。有人没哭过吗？对，现在没哭过的举手。没哭过。黄凯哭过。肖阳没哭过吧？胡明昊没哭过吧？胡明昊没有。肖阳没哭过，我。对。
哦 ，Kimberly 你也哭过啊？哇哦！你哭过是因为什么事儿？在香港的时候，那天我在化妆的时候，其实任律也在，任律在房间外面，你在聊天。啊。然后那天不知道为什么化妆的时候突然就哭了很久。压力太大了，是不是下午辩论那天？见客户不是那天，哦，见客户那天，就他自己带一队那个医美的案子。哦 ，Kimberly 这个没想到你会哭，因为你刚才还在楼下跟我们讲说状态一直很轻松。我哭也不是因为课题的压力很大，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但是就突然很难过，对。Kimberly 一直给人感觉特别强大，但有时候我们也忘了，她也就是20刚出头的一个研究生毕业的女孩。那文婷呢？没有，我是刚刚跟雨桐也说了，是在第4次课题之后。无罪辩护是吗？对。哎，你那次做的还不错吧？没有，就是那次没有就找到就是关注到证据真实性的那个部分嘛，然后当时就挺难受的，但是后来就调整好心态以后，就每天都很开心。对，那天任律发给你的微信是我帮他改的。真的吗？哇！任律说我这个钢铁直男，我不知道该怎么给女生发微信。哇！对，然后他起草完了之后还给我，然后我帮他改了，然后他才发给你。那就哇塞，安慰的好在一点。对，我想说，我只改了措辞，安慰的点是他自己想的。我就想说，其实任律对你很用心。好感动。哎呀，这30天之后，这个实习也结束了，有没有谁还是想要对这个小伙伴啊这些的表达一下感谢的？首先，我觉得4位老师真的给了我特别的帮助，我真的特别感谢老师。心，求求别骂。我想说，我想给明浩说，就是我感觉这30多天，然后这么多课题，有很多次都是跟明浩，要么2个人、3个人，就或者4个人，有很多次合作的机会，就是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很能扛事的人。他会为大家去做很多事情，但这些他做的，就他又不一定很在意说一定要给别人看到。我就感觉跟他合作这么多次，他也为我做了很多，就非常感谢。就瞎扛，真好。我说一个愿望，希望陈律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这是批评我？没有，因为陈律一直喊你小白兔。没有，就是可能很久之后也不要4位律师都不要忘记我们名字。陈律年纪大了不好讲，我们肯定不会忘。
哎，我都觉得很梦幻，这一个。我们都用梦幻去形容这段时间的经历。哦，今天早上醒了之后，我是发了一个朋友圈的，然后 Steven 应该也在群里说了，都到最后一天上班，我们都有点舍不得。我没想到 Steven 是这么感性的一个人。第一个首先是吧？转眼1个月啊！哦，我觉得已经是我人生很脱轨的一件事情了。来了之后就非常的沉浸。首先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加入今天工程。你们都互相介绍认识了吗？那刘丽，我第一次你面试我的时候，那样微笑着，然后特别像那种老母亲在看小孩一样。我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现在感受到了吗？还投我最凶，我对你们真的很手软了。我是完全偏向这边的，我不管今天香港丢不丢脸，跟我有1毛钱的关系吗？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哇，这个感受本身就很难忘。对，是的。哦，那些真的很动人。真的，我觉得也是，每一天都特别开心，非常梦幻。但是说印象最深的啊，可能还是那天去凯子家吃饭那天，很惊喜。啊，一个人做了8个菜，我的天哪！哇哦，真是不简单。特别好，而且那天我们聊了挺开心的啊。谢谢黄凯，谢谢梁宇，谢谢耗子。前20多年确实经历了很多坎坷，但是呢，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未来一定是光明。我印象最深的是梁伟走的那次，合同真的是有效的。不要哭鼻子啊！还有陈律，你们合同真的是有效的。就是他那个哭得那么的伤心，觉得好像孩子也不容易。这就回到我跟肖阳说的话，珍惜当下的美好，对吧？就是很多东西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了。我最难忘的肯定是名场面。2个名场面，不是2次团建，没有，但是除了这个名场面以外的话，就我是有几次看到有哭的那个实习的同学，然后真的是让我觉得还是挺揪心的。作为你的大教律师，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你一点都没有让我失望。人生就是一个不断的去探寻自己真正想要追求什么的一个过程，一定不要因为我们今天这一道课题的一个评分而忘记你当初的初心。其实，当你真正的去热爱生活的时候的话，你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快乐的一个心境的。当然这些我觉得都过去了，就不想特别再去提。但是其实我自己真的都很记得。对，哽咽过几次，心里划了个阵。我心里面真的哽咽过好多次。你表面也哽咽了好多次。是。好了，经过1个多月的实习，终于一个圆满的小结。那么按照我们今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的惯例，实习结束我们会给实习生发一份实习证明。那我们每个导师会给自己的带教的实习生颁发一下。那我念到名字的，等一下
过来领取，好吧？好。今天工程律师事务所实习证明朱绰莹。哇！实习期间，你用细致的观察能力、出色的学习能力，体现了成为一名合格律师的基本素养。你好，我是 Kimberly， 我是这队的组长。哦，你好，你好。总结了这几个主题，希望能给你们一个 overview。要是其中一个不成立的话，那您的行为就不构成跳单了。我们的原告人对于这50万是有 proprietary claim 的。再配合上你高级的气质和坚定的信念，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好爱当一个诉讼律师。我希望用我的法学知识和创新的想法为人民服务，一定能成为你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大律师。特此证明，证明人陈一鸣。谢谢陈律。肖阳，相处时间很短，你儒雅并谦虚的气质和对资产领域的钻研让我印象深刻。关于特许经营中的商标冲突和商业秘密保护，首先我们在中国商标局的数据库进行检索。Upon the receipt of the money, the defendant made a transfer to her husband in a way that violated 需要同时证明虚假陈述，没有导致股票价格以及股票成交量发生明显变化。学习能力突出也是不容忽视的强项，这是你披荆斩棘的工具。来日依然很长，希望你找到自己心仪的方向，并且坚定的、开心的走下去，美少年。谢谢常律。该我了。第一位啊，文婷。哦，好。命运的齿轮大概是从你抽签的时候就开始转动了。永远抽到都是后边的，这绝了。抽。我还依稀的记得你当时失望、懊恼的表情。交给上天决定。哎，我这个运气。但是，千位可能辜负过你，而你从未放弃过努力的决心。我看到的是你一如既往的勤奋，不曾动摇的踏实，忠于专业的笃定，以及永远向上的热情。团队战，团魂。我们现在分析的这个合同无效，并不必然导致您真的就要不到这个钱。我们其实是有别的救济途径的。针对申请人提出的被申请人违约的行为，被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没有违反关于 S 公司之投资协议。这张图表总结了以下在案件证据材料当中证明力比较弱的部分，所以行政机关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证据。愿你无惧逆境，无畏前行，加油！谢谢你。黄凯，我隔壁的朋友，你还记得你们的校训吗？生活的重重阻碍没有消解你的希望，击溃你的自信，反而赋予了你平和而柔软的内在和对他人倾注真心的勇气。你把过往的困难视为成长的宝贵财富，将烟火气和上进心合二为一，更把丰富的经历化为了掌握命运的底气。当我看到贵所这一次招实习生的时候，我想勇敢且尽全力地争取一次，不让自己后悔。作为陪伴者和见证人，我有幸被你无私的关爱包围，有幸目睹你的不懈努力和卓越进步，温暖又坚韧，这恰好是成为一名律师的坚实基底。各位律师好，接下来由我和许文婷就赵某内幕交押，如图中所示，案件定罪量刑的关键，提出使用 DNA 鉴定的方法，根据 DNA 确定物种来源是一种应用广泛、可靠的分子生物学鉴定。因此，我对你充满信心。谢谢任律，加油！
张雅琪，感谢你实习期间给大家带来的快乐。一直以来，你都是一个富有冲劲的女孩。这次实习经历只是你丰富人生的一小段，但是你对工作的专注和展现出来的努力，常常让我非常感叹。我觉得您方一直在逃避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那就是您方的作品是不是与原著作权的作品有实质性相似？感叹年轻的能量，感叹年轻的热血。祝大家都可以活得潇潇洒洒！所以相信，无论未来你选择怎样的道路，这样的你一定可以乘风破浪。在这段旅程中，你从偶尔脱线的女孩，变到更加沉稳踏实。相信未来热情洋溢与沉着冷静，一定可以在你身上更加的自洽。你拥有扎实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辨能力，在一个个课题中展现出了你的坚毅与韧劲。你的成长我都看在眼里，从一开始的紧张不安，好难啊！妈呀，救命！那通过这几天的实习，现在怎么看待律师这个行业？我有一点怀疑。到渐渐的收放自如，大放光彩。我们认为换手率变化以及成交量变化也是在合理范围之间，且交易量也是有跌有涨，符合股市行情的波动性特征。然后就是内容不合法，第一个是患者使用术前术后的对比照，所以如果要是在内地的话，可能要提醒您一下。对，或许认真和刻苦已经被你内化，但是我还希望你同样将另外一个词内化，那就是勇敢，因为只有勇敢才可以快乐。这样你就可以自信做一个快乐的人。哇！但是勇敢并不是什么都敢做，而是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未知，这样未来的你一定可以拥有你自己想要的路。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见证人罗佳云。写得太好了，写得太好。亲爱的言语，从你刚来的第一个课题开始，你就展现出你成熟的思考模式和职业状态。你让我感觉你不是一个我带教的小朋友，而是一个可以跟我并肩作战、交付后辈的队友。其实是存在相应的融资安排的，但是因为保密等等其他的原因，具体的细节我们不太方便透露。不会配合执行跟不能配合执行是两个概念。你在这里更多的不是感受成长，而是展现你的才能。接下来我会给两位讲一下这个中国内地销售医学美容器械的法律问题。A 股在当日收盘前暴涨5%，在这个绝好的时机，清仓是再不过的，因为它是 A 股的一个制高点。所以我们是在想，可不可以就是过渡期的承诺，我们以一个大的原则上这样的一个约定为准，就不进一步的细化了。你以无可争议的优异成绩走到今天，相信你仍然可以继续领跑你未来的人生。让我们一起期待未来。谢谢。老易就是那个别人家眼中的孩子，特别怎么都优秀的那个。小胡同学，短短的30天，你让我们看到了2个你：冷静、睿智，有担当，追求极致，有极强内驱力的你。大量的文学作品著作权侵权。We submit that the defendant was enriched. Enrichment requires the obtaining of a benefit. 一个非常关键的证据在证据链中是缺失的。综上所述，我们主张监管机构所依据的证据不能证明赵某确实利用了内幕信息进行交易，也让我们看到了幽默、活力、孩子气。
没事，我都可以的，我都可以，都可以的。叫起来会露出虎牙的你，每个你都是最真实的你，最可爱的你，最闪闪发光的你。也许未来你会更加的职业化，你会学会怎么去谈判，你会知道刷了闸机让客户先走。但是我们所期待的，永远是那个最真实的小胡，他永远都在。我们希望你能够寻找并坚定自己的职业道路，并且一往无前地走下去，不忘初心，不畏浮华，挂云帆，济沧海。好高的评价。那最后这个，我们来做点有仪式感的。这个在如此美好的夜晚，在这个天空之下，这个我们一起来喊个话，然后喊给我们未来的自己。向着天空喊，大声一点。我希望我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张雅琪，你真的很棒了，永不妥协。我很普通，但我一定不会平凡。我要自由，我要快乐，我要下班。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学好法律，搞好乐队。我不想说再见。继续成为你自己，我也不想说再见。真好。哎呀，好有泪点啊！好打动人。这里面年轻啊，青春的力量，真的，风的名字叫青春。你好，你好，我叫胡明浩。你好，我叫许文婷。我叫梁威。我叫汪雨桐。我是朱戳颖。我叫黄凯。我叫张雅琪。好，我叫肖阳。我叫王言语。我非常想请问一下 ，AIGC 真的能够判断什么是借鉴，什么是抄袭 ？AI 生成的这篇所谓的文章是作品吗 ？Where property is obtained by fraud. There are four. 因此，我们认为本案中内幕信息会配合执行跟不能配合执行是两个。虚假陈述不具有盈利是比较理想的，没有会为您在合规方面进行一个保驾护航的。我先结束实习了。好，拜拜，拜拜。我好像已经很小心了，但是还是会出错。我一直在反思，是不是主要问题是出现在我身上？没有，我感觉是我。没有，应该是我。我觉得可能主要真的是我的问题。就感觉自己可能没有为团队带来贡献，因为这个原因输了。我有一点怀疑。我感觉我现在压力好大呀。你可以，你就差一点。幸好有你们。幸好有你们。幸好有大家。天哪，是团队战，好开心啊！对，加油，我们加油！那我们首先的策略就是证明法官说，后我只适用转给 A 的行为是 by mistake。表现得很好的，今天已经很好了，我感觉。虽然结果不是很好，但是，我第一次做飞诉，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好像比诉讼要更适合我一点。哇，你这个可以啊，开始学仲裁法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好。您说的话真的听进去了。对，所以我也特别欣慰。黄凯今天是进步非常大，总体我觉得是不错的，也能看到你的努力啊，真的非常好。主要是我觉得黄凯这一次他自己也说，就是他这是他做最满意的一次考题，对他自己真的就是一直在努力。接下来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你生日快乐。像你这样坚强的人，像你这样酷的人。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永不失联的朋友。来，我们的实习期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下班。下班之前，大家把你们的工牌留在你们的桌面上，然后把桌面收拾干净。待会儿我们一起走。做好了吗？来，走，一起下班。同学们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这一个月都辛苦了。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对的。哇！天哪！想哭了。再见了。真的1个月啊，朝夕相处，并肩战斗。这个灯一盏一盏关掉，哎呀，就他们这1个月都历历在目，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这样。我们的录制其实也只有17时间，稍瞬即逝，但所有的细节刚才好像都发生在昨天。最后那个灯关的时刻也让人感伤不已，放下灯牌，拿起各自的行李箱或者那个纸盒子，然后就离去。在你们过往的经历当中，有没有那种热闹之后，突然间一下子就停下来，怅然若失的，像那种戒断反应一样，会非常难接受的那种经验？其实我觉得我很羡慕他们，因为他们是刚刚出来实习，第一次经历这种共患难的工作，对，残酷、竞争、淘汰，所以他们会哭是很正常的。回想起来，我20岁左右的时候，那真的是那会儿没有名气啊，然后工作也很紧，有时候觉也没得睡，几天几夜的连续工作，然后大家既是朋友也是竞争对手，然后又要一起蹲在马路边上吃饭，然后就着沙子就喝粥，一舀粥里边都有时候还带苍蝇的那种的，跑出去继续喝。但是那个时候不觉得苦，觉得很幸福，因为有工作做就觉得很好了。然后当分别的时候，大家大哭，那是因为年轻，因为你刚刚经历过，你很开心。但现在真的让你过了10几20年了，你想哭你都没得哭了。现在分别的时候，我总是会反思我自己，哎，我说为什么不哭了？明明很舍不得大家，因为我内心永远都在告诉自己，还会相见的。另外就是人长大，随着长大，自己的内心也比较不容易像年轻的时候那么感性了，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年轻，就像我们刚才忍不住感叹说年轻真好，对。不过他们8位在整个1个月过程当中的友谊，也让所有人，包括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一度我们有一个微博热搜的词，就是好羡慕 offer 里的友谊。所以大家都会被实习生之间，还有实习生跟代教律师之间的这个非常真挚的感情所打动。微博网友们也都说 offer 5的大家庭真的很温暖。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因为他们刚刚在天台上大声的喊话，有没有哪一位的哪一句话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喜欢雨桐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是，多年以后陈律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希望陈律不要忘记我们的名字。我曾经做过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我大学的时候毕业，给我同宿舍一个女孩发一个信息。毕业的时候不是大家写那个就是临别会发一点那种感慨的话，然后我就把我的名字发给了她。然后我说你把我名字记好，说以后如果我们5湖4海的时候分开的时候，如果你很沮丧和很孤独的时候，你想起我的名字，你就要知道这个人在这个世界的一个角落在默默的祝福你和支持你。纯叶其实好浪漫，你很浪漫，而且他很知道什么是浪漫的东西，真正浪漫的东西。哇，只发一个名字，这也是蛮酷的一件事。不要忘了名字，但大家怎么会忘掉他们的名字呢？不，我很多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就是当你后面的人就是朋友越来越多，社交关系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根本都不记得名字。当你能很准确的叫出一个人的名字，并且能写出来的时候，这个人肯定是就是在你心刻在我心里的名字。但名字有时候确实具有这种独属性，而且虽然与其说时间飞逝，很多人其实面庞依然有印象，但名字已经模糊，但越是这样，那些记得的名字才愈发珍贵。对对，就因为有忘记的存在，就记得才有价值，对不对？所以也是一样。其实那个在喊话的时候 ，Kimberly 那句话还蛮触动我的。我要下班。对，他说他要下班，他要自由。因为其实当你正式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人他其实对自己要求就是要努力、要自律、要懂事，你要在工作上做出成绩，这种压力其实已经很大了。再加上律师他本身工作节奏快，其实你要在这个过程里面想要拿到自己想要的那些自由，真的很不容易。这些休息的间隙，你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高压里面，他想要追求的这个自由，其实还蛮戳我的。因为我一直在想，那工作的话一定是要好好工作的。那最终的话，我觉得工作还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去感受和体验生活嘛。是的，对。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工作都没有生活的话，那工作的意义，我觉得也会丧失一部分。所以他的那个愿望，就跟我当年我在海边我喊的愿望是，那个时候我说10年后我要成为一个不太累的河趴。10年后我要成为不太累的河趴。对，合伙人，对，就是我是希望说以后工作也要好好的努力，但是我也不希望太累，然后呢，也希望有时间能够享受生活。所以当 Kimberly 讲出那个他想要好好下班的时候，我其实感受还蛮深。小何能讲出这些话，其实我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工作强度和压力有多大。所以现在靠近了你当年的梦想嘛？10年之后的梦想，现在已经5年了，还是很累。因为还有5年嘛。是加油，是希望加油。对，希望大家都能够准时下班。OK 了，我们已经回顾了过去这1个月的璀璨的记忆。那接下来他们还会面临他们最后一站的道路，终极面试的考验。6个人，3个 offer， 4位导师。谁能够收获最后的 offer？ 最后一段终极面试，一起来看。回到了最初的起点，终于到这一天了。终极大 boss 终于登场，进入最终极面试。你怎么去平衡你的律师本职和这些商业机会之间的关系？好真实的问题啊！在这个实习过程中，你哪件事情对你的触动最深？做的最糟心的一个案例是哪个呢？还有一个机会可以得到 offer 的话，你愿意推荐谁？怎么会有这样的题？走出这个门，实习就全部结束了。思远都已经哭了，刘律有点绷不住了。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本季全部的实习生和代教律师入场。我们要请彭学军律师公布并且颁发最终获得 offer 给到我们的实习生。我们压力好大呀，特别是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一份。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
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地点资讯、华语之声、天翼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